遮天103集，叶凡来到圣城，被李黑水带到风月场所。二老婆安妙一登场了。上集中，因为紫珊正在被圣地攻打，为了避免危险，叶凡正在带领石寨搬迁，重新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不过在处理完了石寨，叶凡又开始了新的冒险。毕竟他正在被瑶光圣地通缉，不能够久留石寨。思来想去，叶凡准备前往北域中心的圣城，那里各大势力盘宗错杂，圣地也不敢放肆。叶凡与屠飞、黑皇会合后，继续前往北域圣城。途中，他得知李黑水一直在圣城出没，于是决定去找他。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叶凡再次使出了原术中的改头换面之法，变成了古风道长，正在划着小船慢慢靠近圣城，最终成功抵达。距离圣城不足600里时，叶凡看到大路两旁高耸的大山，道路像是开凿出来的。离圣城不足200里时，路上行人增多，大多是修士骑着异兽。突然，数十骑人马踩着半空中的蛮兽冲来，嚣张至极，引起众人的不满。有人猜测这是北元黄金家族的人，或许是家族子弟得罪了天妖宫少主。双方大战后赶路，叶凡终于临近圣城，发现圣城外方圆150里生机勃勃，仿佛不受季节影响。这里灵气浓郁，古木参天，藤蔓如囚笼。他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圣城，城墙如苍龙横卧，城门楼高达100米，气势磅礴。这座古城比大国的都城还要大很多倍，城内极为繁华，殿宇林立，赌石坊、仙人楼、风月宫等应有尽有，修士与凡人混杂。叶凡发现这里奢华无比，连客栈、赌石坊和酒楼都如宫殿一般。叶凡来到一片清静的道观，这里古树参天，道观虽不宏伟，但占地极广，有一种归真的感觉。他向一个中年胖子询问，得知这是到仪圣地的石坊，最近圣女时常露面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一睹芳颜。中年胖子还提到，有8个神秘人物扬言要再到仪圣地赌石，试图引走圣女，连江家的太上长老都无法镇住他们。叶凡继续前行，来到一个大湖，湖水碧蓝，湖中停着龙船凤阁，丝竹之声悠扬传来。他发现岸上以年轻人居多，便询问这是什么地方。有人告诉他，这里是圣城10大风月地之一的妙玉庵，最近妙玉庵的传人要出世，很多圣子和荒古世家的年轻人都会暗中前来。妙玉庵传承古老，势力庞大，不比圣地弱多少，历代庵主都与一些圣子关系复杂。据说他们历代庵主少女时代都与一些圣子关系难以说清，而那些圣子有的人后来成为了圣主。在巨大的湖泊畔，人群络绎不绝。突然，一艘五光十色的玉舟划破天际，来到湖面上空。玉舟上，一名身着雪白衣裙的少女安妙一，容貌绝美，气质冷艳，如仙子般圣洁。她的出现引起了众人的惊叹，纷纷猜测她将成为未来的妙玉庵主。圣地与荒古世家的弟子们或许会为她明争暗斗。叶凡心中一动，觉得安妙一的气质虽然出尘，但妙玉庵的修行方式注定她最终会落入风月之地。他觉得妙玉庵的这种塑造方式只是为了吸引人，利用人心的欲望。旁边的男子反驳叶凡，认为安妙一天生丽质，圣洁出尘，但叶凡并不相信这些传言。安妙一的玉舟消失在湖中深处的琼楼玉宇中，他用天籁之音宣布自己将在皎月出生时凑琴曲。这一消息迅速传开，引发了无数热议。叶凡离开妙玉湖，继续在圣城中漫步，发现这里不仅是奢华的宫殿和风月之地，还有热闹的自由方式。在这里，各种珍贵的材料和稀珍药材应有尽有，甚至还有带有太初气息的石料。叶凡在自由方式中看到了许多珍贵的物品，甚至听说天妖宫的宝雀曾拍卖过神元、古金、合龙纹黑金等稀世珍宝。他意识到，圣城不仅是北域的中心，更是天下风云际会之地，这里汇聚了各种资源和机会。最终，叶凡离开了自由方式，继续在圣城中探索。这里既有让人奋进的地方，也有让人消磨时光的场所，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城池。叶凡在圣城转了一整天，也只走了一小片区域，意识到这座城实在太大了。他决定找李黑水帮忙，让他介绍圣城的情况。在屠飞的指引下，叶凡在一条古巷的原石斋里找到了李黑水。李黑水是第8大寇李恒的孙子，心机深沉，手段了得。李黑水看完屠飞的信后，热情地表示要带叶凡去放松一下，并推荐了圣城的10大风月之地，尤其是妙玉庵、水月小筑和广寒阙。叶凡哭笑不得，表示只想找个地方喝2杯，顺便了解圣城的情况。但李黑水坚持先享受风月，表示第2天再详细介绍。夜晚的圣城星光璀璨，月华如水。李黑水解释说，圣城能自动吞吐星力，这让叶凡感叹不已。李黑水提议先去妙玉湖，因为安妙一出世，作为东荒最美的女子，她的出现是年轻一代的大事，肯定会吸引圣地和荒古世家的子弟前来，今晚必定热闹非凡。夜晚的神城热闹非凡，大街古巷都灯火通明，乐声悠扬。叶凡和李黑水走在街上，感叹圣城的奢华。李黑水解释说，修士也是人，有7情6欲，圣城是修士的天堂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修行方式，有些大人物甚至会在红尘中寻找突破契机。
他们路过一片宏伟的天宫，酒香扑鼻。李黑水推测是圣地的太上长老在宴请大能。叶凡对此地的奢华感动惊讶，李黑水则表示，真正的奢华是无法衡量的，比如龙餐、神黄翅等稀世珍品，甚至还有能让大能顿悟的悟道茶。随后，他们来到妙玉湖畔，这里早已聚集了众多等待安妙一出现的年轻人。安妙一终于现身，如仙子般空灵出尘，登上一艘五色玉船，进入湖中云雾深处。湖岸边的人们纷纷争购玉舟，只为一睹她的芳容，场面十分热闹。叶凡和李黑水也想靠近，但玉舟价格昂贵。李黑水灵机一动，找到五行宫掌教的第7弟子，告诉他其未婚妻来了，吓得对方赶紧离开。于是叶凡和李黑水顺利登上对方的龙船，驶向湖中深处。在湖中，他们感受到了强大的杀气，但并非针对他们。不远处，天妖宫的少主和北原黄金家族的传人分别站在各自的神船上，两人不久前还曾大战一场，如今再次相遇，气氛剑拔弩张。安妙一的出现更是让全场为之倾倒，他以一首诗表达了对修行与红尘的矛盾，随后以一场绝美的歌舞表演震撼了所有人。安妙一的表演结束后，他邀请在场的强者进入琼楼玉宇中谈法论道。叶凡和李黑水也趁机进入，发现能够进入的人都是年轻一代的顶尖高手，几乎都达到了4级秘境。安妙一率先发问，妙一听闻荒古圣体战力同阶举世无双，各位可知其中究竟吗？叶凡心中一惊，没想到安妙一会提及荒古圣体，于是他选择默默倾听，不轻易发言。众人开始讨论荒古圣体的种种传说，有人提到圣体的苦海是金色的，拥有庞大神力，还有人说圣体的道功不会运生神奇，所有道力都用来滋养自身。徐恒补充道，荒古圣体大成后，血液珍贵无比，甚至能救人一命。这些信息让叶凡感到惊讶，因为他自己也不完全了解这些。安妙一对这些讨论表现出浓厚兴趣，而金赤霄和妖月空则因荒古时代的描述发生争执。金赤霄提到荒古时代妖魔横行，被圣体和大地镇压，而妖月空则认为这是古生物未绝，横行大地。两人的对话暗示了他们背后势力的深厚背景和复杂历史。黄金家族和天妖宫都是古老而强大的势力，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恩怨。安妙一试图缓和气氛，亲自斟酒给两人，希望他们不要意气用事。随后他又向妖月空询问天妖宫与荒古圣体之间的历史，表现出对这段过去的浓厚兴趣。叶凡则感到困惑，不明白安妙一为何如此关注荒古圣体，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在妙玉庵的玉阁中，众人正在讨论荒古圣体的种种传说。妖月空提到，他的先人曾评价圣体大成后无人能敌，荒古时代妖族曾与圣体大战，付出惨痛代价。向一飞和万出圣子也说道，大衍圣地曾培养过圣体，但最终因资源消耗巨大且前景不明而放弃。叶凡心中不安，这些讨论似乎在逐步揭开他的秘密。安妙一拿出一尊青铜小鼎，上面刻有鱼虫鸟兽，看起来古朴，但并无神力。众人观察后，江一飞和妖月空都认出了鼎上的印记，这是某位大帝留下的。安妙一解释说，这件器物可能与半件极道武器有关，但需要神体、圣体、天妖体齐出才能拿到。正当众人讨论之际，一声钟响突然响彻天地，整座圣城都被惊动了。江一飞惊呼道，有人横渡虚空进入圣城的荒古道台，而通常只有各大圣主才能做到。叶凡听到钟声后，心中一震，他认出这是紫山内部的钟声，这意味着紫山可能发生了重大变故，甚至有圣主逃到圣城来了。7、8位圣主带着无数身影穿越虚空回到圣城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。钟声响起，震撼了整座圣城，人们惊呼这是大地的威压。有人猜测可能是古之大帝未死，或者有人新晋成帝。2天后，消息传出，各大圣地第一次攻打紫山失败，极道武器仿品和圣主兵器都被震碎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无始大帝的神钟。无始大帝是古之大帝中的传奇，他的名字重新浮出水面，让天下震动。无始大帝未成帝时就曾徒手抗过极道武器，他的存在成为了一种传说。叶凡和李黑水讨论着无始大帝的传奇，叶凡决心打破诅咒，进入4级秘境。李黑水提醒他，圣子们不会被派往紫山，但叶凡必须小心，不能暴露身份。叶凡感叹无始大帝的传奇，但也意识到，即使是如此伟大的存在，最终也难逃一死。随后，诸圣地决定再次进攻紫山，可能会动用真正的极道武器。这次进攻可能会石破天惊，甚至可能真正打开紫山的秘密。